7月5日预言风暴10大细节全解析。第一名竟与佛学宇宙观不谋而合。时间的齿轮正无情地转向2025年7月5日，日本漫画家能数量的惊世预言，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无数人头顶。一场毁灭性的灾难，真的会在那个夏天降临日本吗？而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泰国神婆，其口中的天机，竟与这场东瀛大劫暗合。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深扒7月5日预言风暴10大关键细节全解析。我们将从能数量的梦境启示，到泰国神婆的神秘预警，再到令人震惊的佛学宇宙观，试图揭开这场跨越地域与文化的预言背后可能隐藏的惊天秘密。细节1：精确的灾难日期与时间。首先，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具冲击力的，无疑是能数量给出的精确灾难日期2025年7月5日，并且他还提及是在凌晨4点18分。预言的日期如此具体，这在历史上的预言中是相对罕见的，也因此更容易引发大众的关注和不安。很多预言通常只给出一个模糊的时间段或年份，这个精确的日期无疑是所有后续讨论和恐慌情绪的核心引爆点。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日期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它是某种宇宙周期的节点，还是仅仅是梦境中的一个随机数字？细节2：灾难的地理位置。能数量的漫画中明确指出了灾难的爆发源头位于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太平洋海域。这个区域地质活动极其活跃，处于多个构造板块的交界地带，是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不仅有深邃的海沟，更隐藏着多座活跃的海底火山。科学上，这个区域确实是发生大规模地震和火山爆发的高风险区。预言将地点锁定在这里，无疑增加了其科学合理性的表象。细节3：灾难的直接形式。漫画中描绘的灾难形式被普遍解读为由海底超级火山爆发，进而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巨大海啸。火山爆发会释放巨大能量，如果发生在海底，其冲击力足以掀起毁灭性的巨浪。而火山灰如果大量喷入平流层，还会遮蔽阳光，导致全球气温下降，引发火山冬天，对农业和生态造成灾难性影响。这种灾难链条的描述在逻辑上是通顺的。值得注意的是，佛学中也有关于劫的描述，其中火劫和水劫是常见的宇宙坏灭形式，这与火山爆发和大海啸似乎存在某种暗合。细节4：海啸的恐怖规模与波及范围。能数量在漫画中描绘的海啸规模远超人们的想象，甚至可能远超2011年的311大海啸。据称，他梦中见到的海啸浪高可能达到数十米甚至更高，能够轻易越过现有的防波堤，吞噬日本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陆地，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和难以估量的人员伤亡。如果真如预言所描绘，那么受影响的绝不仅仅是日本，整个环太平洋地区都可能受到波及。这种末日般的景象无疑是预言中最令人恐惧的部分。细节5：作者的预知梦能力与过往应验。任何预言的可信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言者过往的战绩。能数量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的关注，正是因为他的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据称准确预言了多起重大事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本311大地震的发生日期和灾难形势高度吻合。此外，还有关于戴安娜王妃去世、皇后乐队主唱去世等预言也被认为得到了应验。这种过往的准确性使得人们对他关于2025年7月5日的预言不敢掉以轻心。当然，我们也需要理性看待这些应验是否存在后人解读的偏差、巧合的成分或者预言的自我实现等因素。细节6：灾难前的预兆。很多灾难预言中都会提及预兆，能数量的漫画中似乎也暗示了在灾难发生前可能会出现一些动物的异常行为，如鱼群骚动、鸟兽迁徙或特殊的天象。这与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思想以及许多民间传说不谋而合。古人认为，大灾难来临前，天地间的气场会发生变化，敏感的动物和自然现象会率先做出反应。细节7：泰国神婆的天机启示。在泰国，民间信仰中存在许多被认为具有通灵能力或能预知未来的神婆，当地称作魔批。他们的预言往往通过传统的仪式、冥想或神明附体等方式获得。令人惊讶的是，近年来，一位在当地颇具影响力的泰国预言者普拉，
在谈及未来几年的全球运势时，也多次提及2025年前后将是全球地壳活动剧烈、自然灾害频发、人心动荡不安的关键时期。他的描述中虽然没有像能数量那样精确到日的灾难，但对大海的愤怒、土地的震颤、火的洗礼等意象的强调，以及对东南亚及环太平洋地区可能面临重大考验的暗示，与能数量的预言在大方向和灾难性质上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谋而合。这是否意味着不同的天线接收到了来自同一宇宙频率的信号？细节8：预言中的救赎与希望线索。大多数末日预言除了描绘灾难的恐怖，往往也会隐含着关于救赎或希望的线索。能数量的漫画中，虽然灾难场面令人绝望，但也有一些细节被解读为暗示着灾难之后的重生或新秩序的建立。比如，他曾提及灾难之后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与许多文化中的末世观念相似，即大破坏之后才有大建设。而佛学中，劫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毁灭与生成的循环，每一次成住坏空的结束都孕育着下一个周期的开始。灾难在某种意义上是否也是宇宙进行自我调整和进化的过程？细节9：科学的可能性与极限。面对这些惊人的预言，我们不能完全脱离科学的视角。从地质学上看，能数量预言的灾难地点确实是高风险区，发生强震和火山爆发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也增加了大规模自然灾害的概率。科学家们也在不断监测和研究这些风险。然而，目前的科学水平还无法精确预测地震、火山爆发和海啸发生的具体日期和时间，更不用说预测其确切规模和影响范围。这就给预言留下了巨大的灰色地带。科学在不断进步，但面对宇宙的伟力和地球的深层奥秘，人类的认知依然存在极限。预言是否触及了某些科学尚未完全探明的领域或规律？细节是佛学的成住坏空宇宙循环与共业招感。佛学认为，宇宙万物，包括我们所处的世界，都遵循着成、住、坏、空的循环规律。一个世界从形成到稳定存在，再到逐渐败坏，最终归于空寂，然后又会在新的因缘下重新形成。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其中坏劫阶段就可能出现各种巨大的灾难，如水灾、火灾、风灾，对应海啸、火山、飓风等。2025年7月5日的大灾难预言，是否可以被理解为我们这个世界进入坏劫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更重要的是，佛学强调共业的概念。所谓共业，是指由一个群体，如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人类共同的行为、身、口、意所造成的共同的果报。如果一个群体普遍存在贪婪、嗔恨、愚痴、杀戮、破坏环境等恶行，那么其共业就会感召来相应的灾难性后果，如战争、瘟疫、天灾、资源枯竭等。反之，如果一个群体能够行善积德、持戒修福、净化人心，则能感召来和平、安乐、丰饶的善果。从这个角度看，能数量的预言和泰国神婆的警示，或许并非是不可改变的宿命，而更像是一种因果的视线和业力的警钟。他们在提醒我们，人类当前的行为模式和集体意识状态，正在将我们引向一个危险的未来。所谓的天机，可能就是宇宙可能的提前剧透。那么，预言风暴的破解之道在哪里？佛学给出的答案并非消极等待或恐慌逃避，而是转变人心、忏悔恶业、积极行善。通过个体的修行，如持戒、禅定、开智慧，和集体的向善，如慈悲互助、保护环境、促进和平，来净化共业，从而减轻甚至转化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这与许多预言中隐含的救赎线索、呼唤爱、善良、灵性提升不谋而合。科学的尽头是否真的一线佛法？当现代科学在面对某些宏观规律和终极问题，如宇宙起源、意识本质、灾难周期时显得捉襟见肘时，古老的佛学智慧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另一种维度的思考和启示。预言可能只是宇宙心灵感应的冰山一角，而真正的天机或许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起心动念和日常行为之中。好了，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为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深度思考，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并分享给你关心的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